么今天给大伙儿带来《三国战记》啊，也是2021年1月1号首日回归。但是尽管这个视频大伙儿看的可能是稍微晚一点，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做了很多啊。今天一算的话，大概得有个7部了吧，6、7部了啊。不过不要紧，今天这个是刚刚投稿的，我们也是来自于《三国战记》的完美版，其实是基于119当中的一个完美版啊。这个完美版其实还是主打禾秒，不用多说，也是修复了很多的一些小 bug 吧。其实各种感觉呢，大家伙儿知道119完美版呢，其实就是119它的一种修正版嘛。因为网上有很多那个模拟器，比如说出不了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它其实呢主要是版权，对吧？还有版权问题啊。不多说，今天呢是给大伙儿来一首诸葛关羽加张飞的3人合秒，也就是传说中的秒20。这里面首先值得一说的啊，因为它是属于没有赵云的合秒，所以说呢主要是看关羽。因为赵云的哪吒滚轮加上暴气的赵云啊，属于整个游戏当中最变态的人物，也是在单秒踏4实现的单秒18的壮举，非常的不容易。而诸葛亮呢也是最佳辅助啊，属性剑外加这个自己的暴气加成，在秒杀这个界当中呢，属于也算是一个暴力学专家。这里面关飞猪啊，主要是他们有3个非常牛逼的特点。关羽的爆发非常足，比如说他暴气的前手就非常足，而张飞呢主要是这个追地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诸葛亮就不用多说了，这3个人的秒杀呢，3人秒杀呢，一般被称之为梦幻秒杀，也是整个游戏当中非常好看的一个存在。再加上这个游戏呢是整个游戏厅老板都不可以调的地狱级的天王难度啊，这个难度呢是这个游戏当中最难的，没有比它再难的了啊。天王难度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它刷屏的概念不一样，再有就是受到的伤害啊，非常的多。就是小的时候，你无论你自己一命通关有多简单，但是玩这个天王版，你会发现一命通关真的是不简单的啊。而且它这个 BOSS 的时候刷兵也不一样。但在这里面也不多说，天王难度呢，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个怪物的防御力加了多少，咱们一样啊。其实懂的人都懂，我解说《三国战记》已经不下500部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还是有一丢丢的发言权，尽管小狼玩的跟屎一样啊。好，我们看看这里面呢，主攻手是关羽，然后追地手是张飞，暴气和升级手呢是诸葛亮。诸葛亮呢在属性剑上呢还有一定的造诣，所以说我们先不说啊。这里面呢咱们是完整版，这也是整个做短视频界啊已经被淘汰掉的这种完整版的方法。现在坚持做完整版的这个视频主不多了，小狼算是一个啊。但是这个做这种视频呢，主要是为了催眠，有很多人呢没有耐心看不下去，所以说而且还不相信小狼呢非常催眠嘛啊，对吧？他不相信听小狼的解说呢能够获取一些快乐，他觉得还是快一点好，比如说2、3分钟啊，或者说是5、6、7、8分钟或者10分钟之内赶紧搞定就好啊。比如说像这个秒杀，你只需要把秒杀的地方告诉我就好，这个可不可以呢？我实话实说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毕竟节奏比较快嘛，就像很多人看电影看不完，看电视剧看不完，看电视剧看不完怎么看？跳着看，或者说是快进看2倍速啊。有的时候不愿意看就快进了。电影呢也是，电影呢不看就看那个解说电影的。其实呢有很多啊，这个很多比较细节的东西都忽略掉了。再加上吧，尤其是像看电影看这种作品，它有很多细微的东西啊，但是呢时间非常宝贵，都了解。大家伙不要被这种奶头文化所侵蚀吧。现在呢很多平台都主推什么呢？就是中视频。什么叫中视频呢？就是中间的视频啊，就是大概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30分钟以内啊，就是超过1分钟啊，包括30分钟以内，这都是中视频。但是呢，你像这个解说《三国战记》，一个不小心就，对吧？1个多小时，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也没有办法。好，这里面可以看到诸葛亮是卡住升级，这里面升级的话啊，因为这个关羽是主攻手，说关羽呢他是副击，张飞是主击啊。这里面你看，这个关羽爆气之后，他这个前手啊非常的变态，撞完之后诸葛亮追地，
哦，这个玩法是比较狠的啊，因为没有让这个张飞追，张飞呢有一颗气他节省了，他可能是要在下一关要搞一些事情，而这一关呢是选择了诸葛和关羽双爆气，没有选择出必杀，这是肯定的。但是诸葛亮这手爆气啊，非常非常的屌是在于诸葛亮追地之后接上下手，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难的。非常非常以及非常难，那由于它比较难吧，所以说我个人以为是张飞追地，但在这里面用了诸葛亮追地啊，还是比较有观赏性的，真的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较有观赏性，可以，啊，感谢我的判官站位雨佳赠送的办卡。第二关的话没什么好说的啊，这里面咱们报一下等级，关羽4级，因为他是主攻手啊，升级是一定要以他为主。这里面主机大伙都知道，就是1P，甭管是1P、2P、3P，只要你们是多人配合，就是越排头，比如说是1P的话，那么你就是这个游戏的主机。一般来讲啊，它的仇恨度比较高，好多 BOSS 啊跟小兵都是找着你走。小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玩主机啊，这是游戏的特性。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自己一个人玩，对吧？哪怕你选4P 也是一样，没有什么主副机之分啊，它只追踪一个人的话，那就不用多说了。而这里面3人配合的话，你看，关羽呢正常打，他自己呢该用气的时候用气，诸葛亮长气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也不着急。张飞呢有一个大碗酒可以用来当做这个杜康酒来使，诸葛亮呢可以用杜康酒，这也不用多说。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像这种配合秒杀，因为杜康酒的话，大概是应该留给主攻手了，比如说关羽，这个也可以要理解一下。这3个人物呢，其实啊，他们3个配合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什么叫大伙知道就是刘备，前一阵啊，就今年的时候特别火，不是刘备蹦迪嘛啊，就是皇叔啊，就是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嘛，这个火了一阵啊，当然现在都是老梗了。但这里面呢，就是存在这么一个剧情，什么剧情呢？就是关羽、张飞跟诸葛亮他们3个人当初就是他们3个人守的荆州。而这个荆州呢，他们3个人守了之后呢，是赵云跟着刘备去的这个东吴，所以说才有赵云说啊，对吧？主公怎么啊，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吗？确实是啊，但这里面他们3个人配合并不是很好，在这个《三国演义》的原版剧情里面，并没有写太多的描写，而在那个新三国版本里面，把这里面描写的很逗啊，就是关羽和张飞呢，自认为呢，他们2个的地位是要比诸葛亮高，但是呢，刘备临行之前是要给诸葛亮呢是留了一个应该算是扛把子啊，他是老大，事实上呢也确实是，不过他俩不服的话。这个确实给诸葛亮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啊，一度把诸葛亮气得要告老还乡啊，也不能叫告老，因为诸葛亮是小崽子啊，诸葛亮本身岁数就小，谈不上告老还乡，就是我不干了，你这个不听话啊。后来呢也勉强的就听了，还是关羽和张飞啊，就是多多少少还是听诸葛亮的一句话啊，但是确实给诸葛亮气够呛。在新版里面是这么演的，但是呢，在《三国演义》里面其实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描写。主要呢，刘备的心态当时也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啊，这个所以说你看刘皇叔这么励志的人啊，搞创业干到50岁才有起色的人，他曾经也是灯红酒绿过，也是被这个美色被这个这种什么安逸过啊，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很对吧？很可怕的。因为大伙现在安于现状了之后，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啊，就可能会像刘皇叔一样啊，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吗？啊，可能一个不小心真享受过劲儿了就没了啊，什么创业啊，什么都没了啊，对吧？我瘦了50斤，这个不用多说，哎呀，这个老梗了。我瘦了50斤，这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兄弟们啊！减肥一共都已经快10个月了。我说。我是4月份开始减的肥，你看马上都对吧？现在都1月了是吧？都8个多月了，对不对？余烈，关羽和张飞真的不能作为帅，关羽还好点吧？关羽呢，就是这个，因为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和张飞都是因为性格才决定命运。其实赵云也一样。赵云的性格呢，他也是这个包括你像《三国演义》里面说他有空营计，不过吧，他那种小计策吧，多多少少啊，这个跟曹操还是比不了。这个正常来讲啊，我跟大家伙讲，就是关羽和张飞，关羽呢，这个应该说呢，有点桀骜不驯，对下人非常好
啊，适合当将啊，没毛病啊，就是带兵啊带将啊，当将是绝对没毛病。张飞呢是什么呢？张飞属于什么呢？就是执行力非常强的一个人，非常非常强啊，但是呢。对这个下人不太好啊，这个因为他自幼是富贵人家的小姐嘛啊，富贵人家是一个 KTV， 大家伙儿都知道的啊。这里面呢，性格决定命运，没办法，这两个人死也是死在性格上。诸葛亮也是啊，诸葛亮这个人呢，他吧本身呢，他这个人他是事必躬亲，他不愿意轻易的相信任何人。也导致于什么事都自己干，也是死，对吧？年纪轻轻，50来岁呢。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也还可以了，但是你想一想啊，50多岁，现在来讲，现在的50多岁，现在据说咱们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是瑞士的那个瑞典还是瑞士，我忘记了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看啊，首先先一个暴气啊，诸葛亮呢只需要一个急啊，然后再暴就可以，急加暴啊。正常来讲呢，诸葛亮的急是可以重置6下啊，然后加上暴的话呢，就重置2下。赵云的暴重置3下，非常厉害。如果说你通过作弊的方式调出陆逊的话，也可以。那这里面不多说啊，这里面不多说。好，这里面刚才也说了嘛，就是现在呢，世卫组织是这样的，它对于咱们通俗来讲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幼年，然后呢少年。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岁数都是这样的。18岁之后呢是青年，啊，然后呢35岁之后呢是壮年，啊，然后35岁是壮年，到45岁到70岁是中年。很多人觉得小狼你别扯了，钢蛋儿啊，你别扯了，70岁是中年，哎，他就是这么分的。然后呢70岁之后是老年。啊，是这样的，但是在中国里面咱们中国是这样的，到65岁是什么呢？65岁是中年结束，65岁之后是老年，然后呢，到75岁之后呢，就是老年啊，老年间啊。好，这个不多说啊，50多岁其实年轻。现在你看啊，咱们这个很多这个政治家，其实50多岁才是正式的。你像那美国总统，我靠。那美国总统的拜登、特朗普都70多了啊，还跟他搞事情。对啊，65岁是中年啊，那这个咱没法理解。很多人说是不是翻译问题？不是翻译问题啊，这个他就是这么说的啊，因为这个人的平均寿命也增加了。像那个时候咱们说啊，什么年逾70旬，也就是说60来岁，快70了啊，老将。现在想想啊，我个人感觉呢，身体素质真不一样了，可能就是生活好了。我实话说，医疗条件也好了，也注重这个养生了。你像这个一般来讲，60多岁按理说都是老者了吧，65岁也退休了，可是65岁的人身体壮实的有的是，那我也很难理解。你像我姥姥是86岁，我家有长寿基因我老太爷是活到了95还是96啊？她不小心摔了一下啊，这不摔倒还能继续活下去的啊。好，我们看看啊，先不扯这个事儿，这个里面啊，就是他只是一个，他说啥是啥，那可能他的那个医疗水平和平均寿命不一样。像咱们国家啊，平均寿命好像已经达到了74岁啊，就是说非意外性死亡啊，非意外死亡的寿命啊，大家伙儿能理解我说就好了啊，就你不能说你20来岁你被车撞死了，这不算的啊。非意外死亡寿命平均是74岁，那这个。说白了也是慢慢往上加啊。长寿基因全靠自律。那个 B 站上最火的不就是吗？抽烟喝酒吃肥肉啊，要想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有的时候吧，这个天生的，这个很多人说是命，不是啊，我感觉是运吧啊。有的人你看啊，他出生，很多人说啊，他妈妈坐月子没坐好。但是呢，他身体就是好，他可能也是穷过来的，他身体就是好，人不知道。有的人天天抽烟喝酒，对吧？然后那个娶了好几房媳妇儿，也照样长寿。有的人从小就，对吧？就是好有营养。你比如说，你像皇帝的孩子，咱们不排除可能有宫斗啊，不说宫斗的这个事儿。但是你比如说，永远不会被宫斗的人，比如说这个人是皇后的孩子，嫡系啊，嫡长子，你说能被宫斗吗？也许吧啊。但是呢，也有死的。那你这玩意儿。你说他说最好的太医是吧，都没有用。好，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诸葛亮只是辅助，追地呢是张飞了。这里面张飞啊，他追地啊是非常简单的，我感觉张飞的追地甚至要比这个
比这个张辽追地还要稳。啊，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好的，这样前2关的3个 BOSS 都秒掉了。秒杀的话呢，主要还是靠稳，他们的套路啊都已经明摆着的。最难点呢，主要还是因为3个人的配合问题，再加上天王难度。所以说这个秒20呢，还是非常有建树的。我应该也是第一次解说关飞猪天王秒20，应该是第一次啊。好，我们看看。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世卫组织，很多人不要咬文嚼字啊，这里面也不是我说的啊，你可以百度搜一下啊，百度搜一下是他们的那个说法，这里面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像有的国家，你说他非正式死亡，那可能他天生，你像有一些非洲国家吧这里面可能因为它有一些习俗问题啊，对吧？这个就包括很多人揭秘那个，大家伙看过那个复活节岛吗？看过吗？啊，那个岛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岛是怎么回事？我记得 B 站有一个视频做的非常好啊，就是讲这个他们这个岛最开始怎么去的人都不知道，后来被这个入侵，然后又被卖去当奴隶啊等等，然后又被那个传说中的这个性病啊困扰。当时那个性病应该是梅毒吧，还是花柳病，我忘记了，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我们看看现在这边还是以关羽为主。关羽呢，他这个长气儿速度啊，其实不像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快，因为他的攻击力其实还是蛮高的。而且你看，他如果一旦到20级之后啊咱10级先不说，20级之后的关羽是有一个改变的。他这个练招之后呢，会有幻影啊，蓝丝的幻影。这里面看看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咱们这个操作者啊，一直没跟大家伙说，操作者呢是这个天上人间的这个战队吧啊，应该是这个战队，他们3个人啊，赤焰、月夜，还有这个紫这个字叫焰嘛，也叫紫焰是吧？就是那个魔焰那个焰啊。三国战记官方版本是什么版本？三国战记呢有100啊，有100，有115、117，还有119。官方认为最正版的、最正统的就是这个119的话呢，就是传说中的就是正宗 Plus 嘛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完整版，因为它有这个魔张飞和白黄忠，其他版本是没有的，无论你怎么调都调不出来的。而且119版本呢，还有一些废掉的人物没有做，废掉的人物其中包含许褚。还有陆逊、夏侯渊以及这个孙尚香啊，这个就是孙基。但是呢，未完成就是未完成，包括还有大家伙很多的未解之谜，比如说像那个什么烽火台可以烧掉的那个史记残页啊，那个史记残页也是没有用的，也是未完成的作品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119呢是正版，不过呢，游戏厅里面很多人，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游戏厅叫豪华游戏厅，那个游戏厅呢，它的三国战记版本呢是115，就是可以复制无限大宝的那个版本，也是非常经典。不过那个版本啊，跟这里版本最大的不一样，不仅仅说是血条说是什么黄色啊，现在变成绿色的，不是的。它最大的不一样，比如说你用诸葛亮吧，你前错 A 一下，再转身前错，在其他版本里是没有的啊。包括用属性键的话，比如说117，你可以选择直接一个换上属性键暴气前错的话，它是可以一直错，然后伤害还是属性键的伤害的，伤害非常高。包括张灵剑可以一下点死一个人啊之类的。啊，山葵回来了啊！119是游戏厅发行的，其实也不是说发不发行的啊，这个不用多说了啊。《三国战记》这个游戏，这个 IP， 我觉得应该是街机王者啊，街机当中的王者。这个游戏，你可以说你没有玩过你可以说你没有玩过《西游释厄传》，你也可以说我没有玩过什么惩罚者啊、名将。我甚至没玩过这个什么忍者棒球，但是《三国战记》你一定会玩过啊！只要你去街机厅，你一定会玩过。这个游戏太深入人心了，尤其当时用这个119，当时玩的时候还刻盾书啊，立那个盾书，我们叫刻盾啊。盾书就是天地人太平要术和太平清领，尤其可以用太平清领刻这些盾书啊。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天盾刻人盾啊等等，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好。一人一个土雷秒掉，这个 BOSS 也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简单的 BOSS。飞轮起手，暴气前手，再前手，单 A 3前手，回风扫叶，诸葛亮追地一挑前手，两个人都暴气啊，其实还是比较奢侈啊。这边张飞也要配合一下，这个他们应该是设定好了啊。这个
每个人都参与配合呢，在比赛当中是有加分的。你不能说有一个工具人全程站着看兵啊，这个不行。但事实上呢，比如说全配合的话，应该会有加分。再有就是你像互接啊，互接的话呢是加分的。如果总是用那个升级和暴气去秒杀的话，它的分数应该是不能说，它应该是不，它分数是正常加，它不会多加分。就全程用暴力的方式去秒的，反而会简单，因为你有诸葛亮的话啊，如果你用赵云加诸葛亮，全程诸葛亮升级暴气，哇靠，那只能用一句话，有泰森的弟弟叫太赖，真的很赖的啊。好，看看天师符、神仙笔定输，能定输的东西很多啊，比如说用天师符可以定输傀儡娃娃，还有招安状，招安状应该也可以的，然后还可以用最玄幻的是用神仙笔，这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节省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来着？可以直接刻啊，就是最节省的。我忘记了啊，我忘记了。小狼说这是在头顶上，我为了多照一些我自己啊，就把这个小狼传媒给盖掉了啊。好，我们看看。七星灯，对，用七星灯，正好用了七星灯还能配上。好的，一个飞轮，暴气前手，天师符其实没有七星灯好啊。七星灯的话，正好还把七星灯用了啊。追地一挑，好，再追。不行啊，这关羽的前手啊，这个先是一个大胆，然后再一个看刀。啊，当然这个看刀其实是黄忠的啊，他这里面就是呀，但是我们感觉这个看刀还不如像关羽给关羽一个啊，其实很厉害。天师符性价比高，其实天师符非常多，就包括像刚才那个也有天师符的啊。如果说是那个风云再起版本，好像还有一个天遁书。那如果是119版本的话，好像是第6个车之后会给你一个天师符，也算是中宝。天师符呢，也是当年很多人就是愿意用天师符呢去打这个左慈，因为那个时候打左慈不会打嘛，对吧？打左慈的时候天师符，然后用天师符的时候再放一本那个叫补血书啊，叫金匮要略啊。金匮要略你放出来之后呢，它就有意思，他把那个天师符上那个冰给取消了，只有火啊。有的时候你跳起来打左慈的时候，这个对吧？有的时候会冰到左慈，那冰一下就一点血嘛啊，不爽的。所以说你放了那个就这个金匮要略，就这本书，你放了这本书之后，就可以把那个冰给去掉，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啊。好，地盾为什么不能盾书啊？可以盾呐，太平清岭都可以盾，只不过它没有伤害了，它只有那么一个，比如说地盾书的话，地盾书呢，它是你一直点的石头，你不点它是没有石头的，你只有点了才会掉石头。你可以刻地盾，然后那个背景就变成那个就是红不拉几的。然后包括你想定那个太平清岭也是，比如说你定那个下雨，也可以把那个下雨那个场面定住的，但是没有用啊，对吧？它又没有伤害，那个伤害取消掉了啊。好，援军令没有用，援军令其实我个人觉得援军令那个时候都怎么用啊？我记得都是什么援军令配上这个将军印，然后呢用这个魏延去打那个貂蝉啊，感觉挺爽，因为魏延是无敌的，这个貂蝉这个魏延就一顿金轮法王啊，魏延就是左手刀右手金轮砍那个，这家砍那个貂蝉挺爽，非常过瘾啊。好，张辽选这个双张辽呢，是119选不了这个双张辽吧？我记得是115、117可以选，119好像也能选，我忘记了啊。反正是你选的时候，你还得把它调，你不把它调出来是选不出来的。好的，这个第3个飞轮终于是整好了，诸葛亮护暴气，前手飞龙在天，最后一下回风扫叶，张飞追猎。好，双爆，追地接神龙摆尾的伤害也还可以的啊。好，追地直接一个梦幻，这里面这个呼风唤雨会呼上去，这里面直接呼死了啊！如果不呼死的话，诸葛亮还有后续的招，比如说他一个升级可以重置一手，
可以升级选择血杀，也可以爆气再血杀的啊，都可以的啊。好，这样的话呢是来自于第3关啊，前3关一共是6个 BOSS， 非常的好，非常的简单。真正对于很多人觉得难秒的地方啊，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来讲已经没有什么难秒的地方，都是套路，只要你发挥正常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发挥正常就好。玩流士，黄蜂式，玩流士，玩流士太狠了啊！这个怎么说的啊？好，这里面呢选择用张飞，张飞的话呢长一长血，一般来讲呢都是这么设计的啊。其他人呢就吃血，就过关之后不给补吗？给这个什么大包子啊、大腿什么的，吃完了之后呢，然后呢这边呢用它来打，其实呢也没有必要这样啊。比如说你用张飞打的话，那张飞还可以加气，就是他们在个人 PK 赛当中呢是可以打人可以加气的，这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可以加气的啊。当然，如果说你非常猥琐的用诸葛亮，然后用诸葛亮，然后火箭，然后一顿杵啊，我那也太赖了啊，那有点那老疼了那啊，相当的疼。玩刘氏，这个他老大他大哥不姓刘吗？啊，对吧？大哥姓刘啊，然后这个玩刘氏，玩刘氏，兄弟3人啊，我庞青云、赵二虎，是吗？小狼，我问你减肥怎么成功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真的啊，尤其是管住嘴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我再说一遍，没有之一啊！管住嘴是特别重要的啊。抢血，抢大宝，抢大宝，他好我也好是吗？抢大宝太狠了啊！玩刘氏，姜武阳是吧？其实那个司马案啊挺有意思的，这个也是很多未解之谜嘛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好，我们看看啊，正常的话，讲三国的故事啊，小狼已经讲的都耳朵快起茧子了，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呢，像三国，甭管是所谓的这24史当中的三国志的正史也好，还是说各种正史、野史、典籍书籍，其实都不一样。这玩意儿嘛，就是谁逮谁说的算，大家伙知道吗？啊，就现在来讲，比如说小狼啊，现在是一个解说啊，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不了名啊。好了，我们看看这3个大腿。这个哎，你看啊，这里面我就想分析一下，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是你说他是个间谍吧，咱们是魏蜀三国争霸。你说呢？首先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咱们这个是荆州城，对吧？理论上来讲呢，他有可能是荆州本地人啊，是关羽的部下。啊，但是呢，可能因为那个关羽不是败了嘛，投降东吴了啊，这样的话呢，他又归顺东吴，但是呢就不服，所以说他在这里面呢，他就留了点大腿啊，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特务啊，特工。然后呢，他这个给咱们大腿呢，算是背叛了长官吧，但是呢，也不能说背叛，因为这边不是咱们来复仇嘛，按照这个剧情设计是这样的啊，他来复仇了，也就是说。就是给这个救主是吧？给补给品，这也对吧？也一样。咱们说是念旧情，但是为什么给完了之后呢，还要继续跟咱们打呢？我就不知道了。很多人说你不打他行不行？其实也行，但是你打他，你不打他，他也打你。他扔折了，对吧？他打你了，你怎么办啊？这个怎么办？那就不理解是吧？而且呢，他只能扔3个大腿啊，他不能扔4个，对吧？你无论是4个人也好，只能扔3个大腿。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本身扔的那个大腿呢，啊，是人参。如果你放慢镜头，或者你现在啊，快退回去，或者你们有时间你们看，哎，他扔的一瞬间，他落地的一瞬间是人参，而不是腿。这里面呢，我感觉就是贪污了啊，贪污了。本身是要给这个人参的
啊，给这个何首乌啊，不那个2里面叫何首乌，也不叫人参，这个叫这个叫什么来着啊？不，也不是何首乌，2里面有一个叫乌灵仙，不知道是威灵仙啊，不什么的啊，哎，就这玩意儿啊。结果呢，让人调包了啊，自己贪污了，哎，扔了3个腿，对不对？肯定是，这都是故事啊。说这种《三国战记》有很多未解之谜，哎，你比如说这一关是对吧？大义失荆州是吧？那下一关就是火烧连营，哎，下一关叫那个下一关的时候，你看啊，有一个地方，那个前面是一堆豹子，一笼子关着的。然后呢，这个豹子前面呢是有一个箱子，一个正方形的箱子，这箱子里面呢有一个大腿。但是呢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你比如说你在进那个密室之前把那大腿给打爆了，然后你把大腿吃了，然后再进屋，进那个里面有一个2万分，还有一个招安状啊，不有一个天师符那个地方啊，大家伙知道吧啊？然后进去之后出来之后呢，那个箱子里面又有一个大腿，哎，那个大腿是谁放的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啊，这都是未解之谜。哎，大腿是喂豹子的，那为什么你吃完了之后，它那个箱子里面又有了呢？对不对？威灵仙啊，对，那里面不是豹子是熊啊，那是熊。好，我们看看，直接来到这儿啊，这里面感觉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就是烽火台嘛，有点像长城的那种感觉是吧？啊。喂动物，还有一点饿了怎么办，兄弟们？其实正常减肥啊，这个点吃饭纯扯犊子。但刚才我跳绳跳的挺累，我估计如果要是我忍住了之后，明天一定会掉秤。这2天呢，其实我跨夜的时候出去喝酒了，今天中午也喝酒了，因为家庭聚餐。今天中午喝了3瓶啤酒啊，喝了3瓶奥林格，就是这个德国啤酒。然后我喝了之后呢，下午睡了一觉，晚上给大家伙直播。接下来呢，应该会天天播啊，天天播，一直播到过年，也不知道过年是不是要回那个啊，回老家啊，不太清楚啊。好，我们看看连续的钉，这里面呢也是啊，我跟大伙说一下啊，未解之谜啊。首先呢，张辽呢是咱们选张辽呢是蓝色的，那电脑的张辽是粉色系的啊，就比较萌系的，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咱们选的貂蝉是红色的貂蝉，正常啊，貂蝉红色貂蝉是很正常的。但为什么貂蝉在这里面变成了绿色的？而且一个不小心，只要被你毒一下的话，它就嘴唇都发绿啊。比如说一会儿你看啊，嘴唇都发绿啊。再有就是你看啊，这些小兵为什么貂蝉一出来，这些小兵就跑了呢？要是这些小兵，我肯定得舔大腿啊，对吧？好，先手一个盾书，先把这2个人卡成无敌的状态。卡成无敌状态呢，只要你放盾书的时候呢，这帮人保持一个动作，比如说前跑，比如说下蹲，比如说看宝，都是。这里面我们看看，应该是先手一个傀儡娃娃，然后再一个毒是吧？我们看看啊，先手一个傀儡娃娃，好，这绿色的肚兜，这貂蝉长得确实漂亮啊。好，我们看看位置不好，玉女穿梭了果。好，这位置哎就这么稳，好的，傀儡娃娃定住，一个多，好，你看嘴唇子发绿，看没看？嘴唇子都是绿色的啊，直接一个梦幻秒，再一来又是一手抱歉，好，直接卷死，太变态了，双呼三爆加双呼，看不看见？直接就给秒掉了。因为貂蝉不能追地，所以说就是这么秒啊！你就是这个里面，你说很多人说那这不暴力呢？这不加分吗？那没办法，你秒貂蝉你没办法，你包括你把那个左慈变成小动物秒，你也得这么秒，而且还得放招安状是吧？啊，确实是啊。好，我们看看这里面一手太平要术，为什么只有关羽，其他人为什么不加入呢？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因为关羽呢可能一会儿需要升级，哎，你看。这里面我们看看啊，正常的话呢，他用这个盾书的话，一下是5000分啊，升级速度是非常快的啊，5000分是非常屌的啊。这里面打小动物，打鹰最快的是赵云，他跳起来 A 一下就可以秒掉这个鹰，这也是人物限定。跳 A， 吃一瓶酒，然后这边有一个加湿器，还有一个雷神锤。雷神锤呢，其实。个人感觉啊，很多人玩的时候说雷神锤加那个黄石公的伤害啊，这个但是也没那个必要，你不能拿黄石公来秒杀，是不是？
这里面呢很逗啊，很多人说这干什么呢？这是卖血呢，就是说挨打的话呢会长气。这个小兵呢，据说很多人每次都好多游戏啊都有很多江湖传闻啊，都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小兵你可打可不打，你如果打了就增加游戏难度，很多人有这个印象。包括呢，像玩什么恐龙快打，然后到第4关那关的时候，开局有一个石头，如果你捡那个石头会增加游戏难度啊，其实都是扯啊，就是赖来的啊。打动物是啊，打动物是马超啊，打动物是马超，但是鹰不一样，这个赵云就打鹰是就跳 A 一下就死啊。我说的是这个打鹰啊，就其他动物是赵云那个马超，其他动物是马超没说的啊。这个大家伙不要误会，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所有的动物，就光说鹰，对于这个赵云来讲啊，是最克的。好，看看，当然打动物那个动物里面有一个动物非常特殊啊，叫熊。熊呢血厚啊，就诸葛亮用火箭也是要捅2下才能捅死啊。好，又是一个太平清领，先把这个2个人卡成无敌状态。这里面我们看看啊，诸葛和张飞2个人下蹲，那看来是要搞升级的路子了啊，是吧？那马超也是一下，马超的话呢，其实关键赵云的跳 A 太厉害了啊，赵云跳 A 太厉害了。好，这里面要准备飞轮，飞轮呢是打这个吕蒙的限定，吕蒙是最怕飞轮的啊，就是这个设定。好。这个小兵一定要打成一点血，就是一个飞轮正好把他搞死的那种啊！你不打他不行，然后呢你打死他也不行。我们看看，找一个好位置让他跳下来，就这招飞轮。你看一个飞轮多少血？一个飞轮血量非常多，飞轮在天，然后再一个前手，再飞轮在天，血杀1点，追地。这个追地一定要提前追啊！这个吕蒙的追地是非常难的，我个人感觉他不是难，他难点就在于他起身速度太快，你得提前追。它不像有的 BOSS 你可以临界值追啊，呼风呼上去。这里面张灵剑好，这手张灵剑啊很悬。张飞啊是一个就是咱们不算魔张飞啊，就普通的张飞，他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有很多宝吃不了，但是他能吃张灵剑。啊，他能吃张灵剑。整个这个游戏当中最面的角色是谁？就是那个正黄忠，就正统的那个红色那个黄忠，他啥宝都吃不了啊，他基本上啥宝都吃不了啊，这个人真的面啊。好，我们看看张灵剑，我能打点3000多下，你那个手不是手，你是大拇脚趾头是吧？啊，好，关羽呢现在气非常少。因为关羽呢，在某些这个大气管 BOSS 当中呢，首先啊，他必须需要爆气前手，在最后的时候还要再康龙有悔的，所以说关羽打气是一定要打的。不过这一关呢，对于这个打气方面上啊，是非常不亏。首先呢，你先攒气攒到沙摩柯秒掉，这不用多说了。然后再有一点呢，最狠的是啥呢？就是你打吕布之前啊，吕布那些小兵啊，就是你想打随便打。不过呢，打的过程当中也要控分啊，不光是升级啊，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秒杀的过程当中，你一个不小心升级了断了，对吧？怎么办？所以说很嘚儿的啊，直接进这个包。很多人说密室啊，不进白不进。这个蒙古包里面有一个大腿，还有一个太清丹经，也是非常屌的东西啊。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帮人打这个箱子就不为别的啊，就甚至有的人只为打箱子涨500分，我操，这精神病。很多密室吧设计的，我觉得都还是挺巧妙的，但是没这个必要啊。有的密室是可进可不进，当然啊，这个你要是玩秒杀，有一些道具是一定要有的，对吧？三国战记公司倒闭没有？倒闭个屁啊！三国战记5要出了吧？三国战记4反正是破该了啊！三国战记3也没啥人玩，三国战记3它不是没啥人玩，就是西游释厄传2还有三国战记3，它都是需要记忆卡，就是你有那个卡。然后我记得那个乱世英雄也是要卡带的，我还有很多人那个玩的啊，就是我也解说过的啊。然后里面那个卡还能打那个悲迷糊是吧啊？但是那个也不是三国战记3了啊，就是主要是一个官改的魔改了，就是官方的魔改，我操，相当给力，但是也没啥人玩。像这种游戏啊，街机游戏就是街机环境的时候有追忆，你给它改了就改味道了
啊，现在还有那些什么手游什么的啊，就强行，我个人感觉一般来讲都是为了情怀，然后圈钱用的。我实话实说啊，就是圈钱用的，我感觉是这样的。哎，这大刀骗子。好，我们看看，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啊，这地方我们看看啊，它是需要卖血长气。这为什么要站在张飞这儿呢？啊，大伙儿讲一下啊，因为张飞是主机啊。好，你看，哎，就是这个大腿，看没见？这个箱子打破了，然后把大腿吃了，然后3个人进去了吧？啊，进到小树林了，对吧？跟哥钻小树林啊，然后一会儿出去那个箱子又出现了，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啊，对吧？王者荣耀还打吗？我赛季快没了吧？我现在我有点蒙圈了。我现在是星耀1 4颗星，我再赢2把啊，就是再赢2把我就可以上王者。但是呢，我还没玩，好像赛季马上要结束了。这个上不了王者，感觉好像亏了那个王者印记了，是吧？啊，好，我们看看，就这个大腿，你看，哎，就这个大腿，你说谁放的呢？我估摸着是这样式的啊，就是他们3个把这个大腿整了，然后看护这个大腿的这个人呢，结果一发现大腿没有了，生怕自己的上司责怪，自掏腰包又把这个箱子补回来了，亏了啊，就亏了，你知道吧？啊。王者不是有手就能上，我不行，我玩这个游戏气性大，除非是有大神带我，怎么都能赢那种啊。我自己玩的话啊，我一整就是这个游戏没有人打野，你知道吗？就真的没有人打野，这我一排就没有人打野，我玩的还不好，我一手橘右京玩的不咋地。然后呢，一上来所有人都是抢那个射手，抢中单，最后呢没办法让我选辅助。哎呀妈，选辅助吧，就闹心的就是在于你选这个肉辅，然后你上了他们不上，他们狗一样。你选那个软辅，他们不知道你技能是啥。哎呀，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字儿，就是碰见队友就还是看队友啊，只要你的队友比对方的队友厉害就行。好，我们看看这里面沙摩柯啊，秒杀这个沙摩柯呢，其实还是需要一点耐心啊，因为卡不了兵。这里面这个老虎啊非常讨厌，老虎虽然说呢就只有几个招式，但是呢好双爆诸葛亮看兵，然后诸葛亮看老虎啊。这里面因为这个沙摩柯只有1管血啊，作为一个小 boss， 所以说秒杀呢并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套路啊，正常的双爆不需要用必杀，双爆就可以，只要把兵看好了没有问题。好了，祝融令，张飞换了一手祝融令啊，这因为你练了很多小宝之后呢，祝融令会消耗，他扔掉消耗掉的那个祝融令之后再减掉就可以了啊。好，来看看。这个地方啊，一上来，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一上来，很多人耐不住寂寞就往前跑，结果被这4个小兵砍一刀，老惨了啊！好，我们看看这里面看气的话呢，关羽的是1颗半气，诸葛亮满气。诸葛亮什么时候都不缺气的啊，这个人天生长气速度快。然后呢，一会儿在幻境里面呢打小兵，先做出动作的小兵呢就是主要的小兵，不过你可以卡住时间，多打点气儿。关羽目前16级无所谓，这里面我们看看啊，首先，好，无论是哪个是正常的小兵啊，你也需要 A 2下才能 A 死啊。就是像那个，你比如说用火箭也是 A 2下才会 A 死。好，死掉了之后，这里面金黄色的这个是传说中的主要的这个小兵。关羽在这里打气，这是非常适合打气的这个地方。好，金黄色 A 死了吗 ？A 死了。一个炸花，这个叫铁莲花，白色的。我们看这里面这个女兵啊，她特别害怕冰，她不怕火，她怕冰啊。这个女兵是怕冰，然后呢也怕普通攻击，因为作为女性角色啊，可能这个防御力稍微低一点。但是你用火捅她几下都捅不死，她不怕火啊，她怕冰，冰火缩了果啊。这种水兵是怕火的。不过不要紧啊，这里面主要也是怕普通攻击。关羽123就可以。这里面先一个炸花，对这个蓝色的可以做出一些动作。关羽呢，趁这个节骨眼上当中呢，也是多打点气儿。哎呦这3刀砍的真爽！你看这个天王难度砍3刀非常疼。这里面要1个刀，好读上。然后张飞起手，1、2、3、4后前手，难得啊！张飞起手，然后追地
下蹲 A 单搓，追地下蹲 A， 然后再追地下蹲 A 搓一下。因为这个吕布天生怕火，所以说呢，诸葛亮呢他不打4招1式，打完了之后呢，由于诸葛亮呢进行追地，这个火箭啊伤害非常的高，相当的高的啊，哈哈哈，笑得非常邪恶啊，也不知道在笑些什么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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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会儿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时刻了，是吗？啊，今天我感觉我有点过劲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长时间不直播啊，我有点亢奋，所以说解说这些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导致自己现在有点那什么了啊。左慈也能秒，我靠！看来这个小伙伴是第一次进到我狼直播间，左慈也能秒，你应该说左慈凭什么不能秒啊？哎。我一进来就看见常威在追打来福是吗？雕虫小技，1、2、3、4，前手，飞龙在天，前手，飞龙在天啊，不用跳 A， 这个人物也是一管血，跟沙漠科血量一样啊。一挑，跳 A 追地，直接干死。这里面呢，跟大家伙说一下，你看啊。这个小兵呢，尽管他的攻击力非常高，但是你看3个人玩给的血量啊，还有大人参血量都满了，还不如那个时候多卖点血啊，长点气儿不好吗？一个盾说，然后先把这个关张2个人卡成无敌。小的们看招儿，对吧？很多人说小狼学这个左慈是乱学的，小狼可不是乱学的啊！哎，多狠呢！你说啊，太强了啊！这老头说句实话啊，像个钓鱼的，然后浑身补丁，拿个羊头拐杖。这个羊头拐杖，这个恶魔拐杖有点像那个司马懿那个拿的那个拐杖啊，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这里面啊，对吧？这个小狼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左慈，这好吗？这不好，我劝。这位年轻人要好自为之，好好反思啊！不要再犯这样的小聪明啊！武林要以和为贵。谢谢朋友们啊！朋友们好啊！我是混元行医太极门掌门人，我叫狼保国。刚才有个朋友问我，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怎么回事？我一看，哦，原来是昨天有2个年轻人。一个体重80多公斤，一个体重90多公斤。他们说：“哎，马老师啊，其中有一个说，马老师，我在健身房练功，把颈椎练坏了，你能不能教我混元功法？”我说可以啊。我说你在健身房练死劲儿不管用，他不服气。我说你2个手来掰我1个手指头，他折不动啊。我说你这个不，他说你这个没用。我说我这个有用，这叫化劲儿。传统功夫是讲究化劲儿的，4两拨千斤啊。好，我们看看时间够啊，秒杀什么叫秒杀？秒杀就是瞬间就死啊，这是很够的。这里面好，太清丹经变成熊猫，傀儡娃娃定住，招安状。好，先手一个多，亢龙有悔7连重置6次，一手抱切，前手再飞龙在天，前手亢龙有悔，非常漂亮。说死就死啊！这个熊猫这国宝死太惨了啊！这个实话实说啊，这死的真的比那个赵四他爹还惨呢，真的。好，被扑一下，招安状的这个豹子扑啊，能有好几个连击的啊，正常扑就扑一下，感觉是不是？招安状一扑，啊，有多点判定。好，这样的话直接秒掉，来自于我们的最难秒的 BOSS 啊，其实
马就不用说了，还是蹲秒。左慈难秒，就是因为它消耗非常大，又需要太清丹浆，又需要招安状啊，对吧？这个确实是，对吧？他说马老师能不能试试？我说可以。他啪一下就站起来了，很快啊，然后一个左正蹬，一个右边腿，一个左刺旋，啊，太狠了，我全都防出去了啊！国宝，你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好像据说在史料记载，在三国时期的时候，熊猫啊，当时因为你想想啊，这个蜀国是对吧？巴蜀之地不就现在在于这个啊重庆四川之地嘛，对吧？啊，这个蜀国当时据说啊，这个熊猫当时还是非常多的，还有很多人吃熊猫的。你现在你吃熊猫，我估计真的牢底坐穿了啊！但是当年据说啊，这个熊猫是很多人吃，还能做菜什么的啊。这里面咱现在咱不说怎么地啊，因为这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对吧？只有中国才有熊猫，这个很神奇啊！这个有很多动物可能说其他国家都有，尽管可能品种不一样啊，但是呢都差不多。而熊猫是真的只有咱们国家有。现在很多世界上很多这个动物园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咱们不卖这个东西，咱们国家只借这个熊猫啊，借给你用，你对吧？这个情况啊，狼保国是吗？其实他在最火的时候，他在最火的时候，我都已经背的差不多了。就是王保国没火的时候，我就背这个了啊，就是松果弹兜闪电鞭。啊，这个我真的，我老都有背了，但是呢，我这个人本身也就是比较潮啊，就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什么东西能火，我一看就知道他能不能火，真的啊。但是呢，由于现在吧，像这种就是你不是火的问题了啊，你就直接就点名批评你了，你就再见了，对吧？你跟火不火没有关系了啊。好，我们看看。这关呢，它难点在于哪儿呢？就是不是守关的许褚呢，他人物有特定，但是呢也不难。黄盖呢，他卡不住兵，其实可以卡，其实是可以卡住兵的，但是呢是伪卡兵，不是真卡兵。但是这个黄盖呢，还有一点，就黄盖的血量呢，作为倒数第2关的终极 BOSS， 也是吴国啊，应该说是吴国这个血最后的 BOSS。这里面咱们就要问一下，我不太清楚啊。虽然说呢，他字写错了啊，许褚写成许旭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在血战夺荆州，为什么在城楼上的是黄盖，而城底下的是这个许褚？这里面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呢，荆州被这个东吴偷袭了之后呢，这个曹魏啊也确实是也掺和了啊，也是3分这个荆州了。但是呢，你总不至于说。你这个我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说是在楼底下打许褚，然后爬上电梯，然后那个王平带你上电梯，或者说你走另外的路线的话呢，你就直接就是进那个荆州城里面，从密室里面，然后再上楼进那个黄盖那儿，我就不理解啊，这是好恶心的啊！许褚在攻打荆州，那朋友的朋友，对吧？就是，对吧？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就是朋友。负负得正，那你何苦来呢？我感觉这怼天怼地啊，这蜀国人是真狠，谁都打。这玩意儿没有永远的朋友，对吧？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你像袁绍和曹操，最开始2个人还是一起讨伐董卓，后来袁绍跟曹操对着干，对不对？刘备跟曹操一起讨伐董卓，后来刘备呢跟曹操呢又一起打吕布，又打袁术，是吧？而且还是对吧？曹操提拔他。啊，汉献帝封他为这个皇叔啊，封他为豫州牧，尽管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牧啊，州牧啊，但是最后也闹掰了啊，对吧？有的时候是他俩是敌人，有的时候又是朋友了，没办法啊，这都是故事。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真的是啊，说在利益面前啊，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啊。好，看看。这边啊有加时器，不要慌。加时器呢，在119当中呢是只能加28秒，但是其他版本呢是可以加到98秒的啊，这也是非常屌的啊。
曹老板跟着袁绍混，这个是谈不上啊。曹老板呢，在小的时候跟袁绍他俩是发小，这个就比较好了。这发小你懂吗？啊。然后呢，在讨伐董卓的时候，跟曹操就没关系了。曹操曾经也是这个热血青年啊，对吧？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描写曹操可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刺杀过董卓的人，尽管没有成功啊，但是由于他非常机智啊，来了一手孟德献刀，七星宝刀献出去之后呢，连夜逃走，然后呢还上演了一出这个捉放曹。其实那个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包括一些戏剧里面啊，你像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捉放曹啊，什么失空斩啊之类的啊。捉放曹呢，就是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啊，就曹操把这个吕伯奢杀了之后，你像这个就陈宫啊，跟他的故事是吧？啊，在《三国志》里面并不能写这段。而失空斩呢，就是对吧？失街亭啊，空城计斩马谡啊，失空斩，这个也是大家伙都比较熟悉的啊。曹操哪个儿子最牛逼？我告诉你，曹操儿子除了一个叫曹雄的，因为他身体不好，他是真的熊啊。剩下的儿子没有一个儿子不是牛逼的儿子，就是同样是儿子，你会发现有的人的儿子就是厉害啊。你比如说现在啊，你像那个张国立的儿子，什么成龙的儿子啊，对吧？就是坑爹啊。你像这个郭德纲的儿子，哎，这郭麒麟就是牛逼，哎，你怎么说呢啊？这同样是儿子，这儿子不一样。曹操的儿子哪有一个不厉害的啊？那曹雄就是因为浑身有病，那没啥说的。好，这里面呢，由于咱们是废弃型描法，所以说非常的暴力。尽管它一管半血，有点类似于像那个夏侯渊的血量，但是呢，他选择对吧？你像这个双豹外加这个张飞追地挑起来，你懂吧？啊，好，这是因为咱们是要秒20的路线，所以说要走荆州城。这里面有一个孟获，为什么荆州城里面有孟获？谁能给我翻译一下？啊？是吧？这个就有点蒙圈了啊。张默好像跟那个小章子怡吧，就是前一阵儿，好像今年，应该现在来讲就是去年有一个那个叫30什么啥是30而立，不是什么那个以女性角色啊为那个主角里面，不就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小章子怡的演员叫啥我忘记了，好像他曾经跟那个张默处过对象嘛，好像是啊。孟获来这儿我是真不知道，人孟获给那个越南的待的好好的。对吧？给南中啊，不能叫越南啊，给南中待的好好的，跑这儿来干嘛？真的不知道啊。啊，30而已是吧？啊，这里面咱们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我告诉你，就是背后说人没什么意义啊。让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其实你想想，就是这个，这个，你但凡你只要吸毒，我告诉你啊，就是真的不值得原谅的啊，就是。你说吸毒的人是被骗的吗？他知道肯定不好，他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咱们的缉毒警察是吧？这个有多少人对吧？死在了缉毒的这个战线上啊！我个人感觉吧，他不像咱们有一些人的一些欲望，比如说咱们抽烟啊、喝酒啊，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打架了啊，有的时候甚至酒驾了啊，但是咱们没肇事啊，不能说是给人撞死了什么的啊，但是这都是。人都是有一定的小错误，这都可以改。脾气不好，对吧？嘴贱嘴欠，有的时候愿意那个骂人，啊，这都其实都是小毛病。但是你是吧？我就不多说了啊。烫头呢？你烫头说啥呀？啊，娱乐圈压力大。我当时看过一个，这个叫《乌龙山伯爵》啊，是开心麻花的一个典藏级的一个舞台剧。啊，就是沈腾啊，当时也是沈腾马丽靠这个火的啊。这个《乌龙山伯爵》里面不有一个吗？就他的台词非常有意思啊，说你又不写歌，不写剧本的，对吧？你吸什么毒啊？都是黑这个娱乐圈啊。好，再追这里面呢，先进去之后啊就没有小兵了啊，大家伙知道吧？先进去之后呢，小兵就不会出来，单秒掉这个1货。一会儿2货的话呢，咱们就有小兵到场了，就不用多说了。但是呢，3个人秒啊，看小兵绝对是非常简单的，你懂吗？啊，孔融又是谁的后代？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啊！啊，这个都不知道吗？这个你看咱们这个台湾同胞啊，想当年那个老蒋啊，想当年老蒋是把2个重要的人物带到台湾去了啊，带到台湾省去了。
这个老蒋带的2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孔子的这个就是嫡系，就是传人啊，在文化这个方面上，他把这个人带走了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张道陵的后代，说白了也可以说是张鲁的后代，就是三国时期这个张灵剑、张道陵嘛，张那个4大天师嘛，这个就我每次解说的时候，可能有人都听过啊。这个这是正统的中国本土教。很多人说中国本土教什么教啊？道教嘛。其实这个道吧，它不是那种所谓的道教啊，什么就比如说你像什么，你像五台山那个。像什么那个张三丰那个那个就不是了啊。真正的啊，比如说像咱们说是什么五斗米教啊，这个就是张陵啊，就是张陵，他呢就是正统的这个中国本土教嘛啊，就把这2个人带去了，是吧？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咱们现在来讲呢，大家伙儿都知道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有他的这个想法，现在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而且像这种两岸问题呢，小狼也不愿意多说。一旦一个不小心，小狼就是比较敏感。但是呢，狼绝对是啊，这个政治正确，绝对没有毛病啊。咱们这不是说很多人说小狼你是不是求生欲望比较足？不是的这样的，你们没发现吗？咱们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尽管呢，可能还有一些贪官污吏。啊，还有一些社会当中的一些法律上的不完善，但是呢，咱们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啊，是吧？越来越幸福了啊！这个你想一想就知道了啊。好，一个读标，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管半血，比这个许褚的血量还要再多出来那么1/10啊。那我们看看跳 A， 这里面呢，因为它的血量非常多，最后肯定是要抗龙有悔的。3追挑起来，再前手，来最后一次追的前手抗龙有悔。这个抗龙为什么很多人说不接抗龙有悔可不可以啊？伤害不够啊，真的是不够的啊。张绣的嫂子让曹操，张绣的婶子啊，不是嫂子。张绣呢，他是跟谁啊？跟张继混的。张继就是他叔叔啊，他的婶儿啊，搁咱现在来讲就是婶儿，小婶儿。张继呢，也是当年也是说白了，其实都是跟董卓混的啊。杜直接给这儿放了一首杜康酒，关羽是有多缺气啊，对吧？确实多缺气。最后谁统一三国了？其实说统一三国，真正统一三国的人应该就是司马炎。但是呢，他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统一。真正你说灭掉蜀国的人是谁啊？那你可能说是邓艾啊。但是邓艾呢，灭掉蜀国呢就被搞死了，是吧？对吧？这个陈家军了啊，就是这为什么叫陈家军？大家伙儿可能玩过象棋的人都知道，陈家军是一个杀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点过分了啊！就是一般来讲呢，所有过战功的人啊，应该第一时间是想到要自保，想要把这个战功呢让给这个其他人，甚至是告老还乡啊，对吧？这个敌国破，谋臣亡啊，狡兔死，走狗烹啊之类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但如果说是灭掉吴国的人，也就不多说了啊，那跟那个什么就没关系了啊。事实上呢，咱们说最后谁统一三国？三国时期的时候吧，其实什么叫三国？咱们看啊，最开始什么从一开始的十常侍乱政啊，黄巾起义、十常侍乱政，然后到这个什么董卓罢京师这些的时候，跟三国没有任何关系。什么时候是三国？孙权称帝的时候啊。按理说才是真正的三国。很多人说那孙权称王的时候算不算？不算啊，他是吴王的时候他不算，因为他还是隶属于曹魏集团的啊，他是对吧？他是这个大魏吴王啊，他这还是两个国啊，一个是后汉啊，一个是后汉，一个是啊这个魏对吧？大魏啊，这个是这个。但是东吴呢，真的是称帝了之后啊，好像是黄龙元年的时候啊，可能是。才算是三国啊！那个时候孙权都老么卡死眼了都啊。蜀国的老板被谁灭了？什么叫老板？蜀国的老板，蜀国老板一代目啊！蜀国老板一代目刘备、刘皇叔、刘玄德，这个不用多说。蜀国老板二代目啊，诸葛亮啊，诸葛亮这也是二代目啊。很多人说那不是刘禅嘛？那
真正的话事人啊，真正的话事人是诸葛亮啊，这个确实是啊，没什么好说的。再往后呢，很多人说还是那个刘禅吗？是的，是这样的。尽管呢，这个很多人说那丞相权力很大嘛，像什么蒋琬呐，什么费禕呀，什么董允呐，是董允啊，对。然后很多人说那个，再就是那个谁，再就是姜维。姜维他没有当过丞相啊，姜维他是当过大将军啊，是武官的一把手，严格来讲是要比这个丞相要面。当然，武官一把手是大将军不假，但是他往上晋升还有空间的，比如说他可以晋升到大司马啊，是这个意思啊。蜀国其实对正常来讲应该叫后汉啊，要叫后汉，因为你看啊，东边一个汉，西边一个汉，那你对吧？你跑到更西的地方，但是呢，你又遵循汉的大汉正统，但是呢，你又没有一统江山啊。史学里面称之为后汉啊，没毛病啊。但他自己自称为汉，也是的。刘皇叔自称为对吧？汉是没毛病的啊。季汉也是。对，季汉也是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好，我们看看现在是秒掉这个马，这个马也不难秒啊，一共是两个，最难秒的大家伙都知道，两马，然后貂蝉和左慈，这是最难秒的。很多人说曹操是不是难秒？曹操不难秒，曹操的体型嘛啊，正好适合被秒杀啊，再加上曹操也就占个血多。他也就占个血多，再加上最后一个 boss 把所有的这个宝全都对吧，全都留给他，全都秒他，你真的是这不欺负老实人吗？对吧？啊，确实是欺负老实人啊。这个直播啊，我现在是正在直播，但是咱们这个是正在打的录像啊，这没有正在打，录像是录像，但是呢是小狼正在直播的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是魏延。在魏延这边啊，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魏延这个人物啊，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魏延，我只能用一句可惜来形容吧啊，真的很可惜，被演义黑得够呛。然后呢，说到魏延的军事才能啊，我个人觉得他的军事才能应该是魏延啊，他是有一点帅才的。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将才和帅才还不一样。啊，这是不一样的啊！很多人说，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这个三国活化石啊，三国活化石，比如说这个河北四亭柱当中不有一个人叫张合啊？张合呢也是最后死在了诸葛亮这个阴谋诡计之下啊，这个人也是非常厉害。这个五虎将死掉之后啊，张合就已经霸住了。但事实上，我个人觉得张合他的军事能力是赶不上魏延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你想张合啊，他毕竟他还是跟着主将混的，跟着比如像什么最开始的像曹真呐、夏侯茂啊，夏侯茂就不说了啊，然后再就是司马懿，而这个曹真呢，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也是被演义黑的够呛啊，就正常曹真也是非常厉害啊。对啊，你像那个镇守这个汉中，很多人都说啊是张飞啊，你像啊这个刘备的嫡系是谁？刘备的嫡系就关张啊。赵云都稍微差点劲儿，你像关羽守荆州、守汉中的是谁？张飞。但是呢，关羽守荆州最后的结局你们也看到了，非常惨。尽管关羽一直在打胜仗，但是输了一次他输不起。而张飞呢，那更是了，那张飞死，哎呀，这个你这性格决定命运嘛，也是啊。很多人说赵云行不行？赵云也不行。赵云呢，执行能力非常强，但是呢，还是在这个。政治啊，包括在这个，就赵云还是差股劲儿。相反啊，你真要跟魏延比，魏延还真的是有能力的啊。然后魏延呢，在蜀国，在这个季汉后期的时候啊，应该叫季汉后期的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魏延的这个军事地位有多高。虽然说都是虚衔，但是他的军事地位是仅次于诸葛亮的。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就是，如果按照这么来讲，比如说咱们算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军区司令啊，最高长官诸葛亮，那么副司令就是魏延。那很多人说魏延好像帐下好像魏延就听使唤的啊，这边又有什么姜维，又有什么马岱，又有王平，好像这些人都差不多啊，好像都挺厉害的，都是副将什么的。不是的，魏延不一样，魏延的地位就仅次于诸葛亮啊，就是
当然呢啊，只是在五官上，因为魏延呢他是，对吧？他是什么呢？他是丞相啊，兼这个那丞相那是百官之首啊，这不多说了。后来魏延在失街亭之后呢，不是魏延啊，这个诸葛亮在失街亭之后呢，是给这个自己不是降了3级，降到了左将军左将军啊，其实就说白了自贬3级，是吧啊？所以魏延那什么子午谷那个，倒咱不说什么别的啊，那个咱不扯。但是呢，魏延这个人是有才能的啊。魏延，你像关羽，一般来讲不会瞧得起很多人，魏延对吧？就是他瞧得起的一个。再加上关羽呢，也非常瞧得起庞德啊，庞德也很厉害。但是庞德呢，犟啊，这人这个对曹操有点偏执啊，所以说这个庞德呢就死得很惨。而这个魏延呢，有识物者啊为魏延啊，对吧啊？好，我们看看这里面呢，卡出无敌是必须的。而这里面很多人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等呢？啊，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好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看啊，先手一个鱼鳞一，这里面把小兵勾出来，这个小兵好恶心啊！这小兵，好，这里面因为张飞是在那个里面待着啊，所以没办法，李信也消失了，还要再放一个鱼鳞一吗？还要再放一个。好，再放一个。这里面是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好的 ，A 一下，再来 A 2下3下 ，A 死之后，我们看看这里面卡住兵，然后一个隐身一直接起手吗？1、2、3、4，然后杜康9暴气起手，飞龙在天，再前手，好，康乐有悔。这里面张飞追地，神龙摆尾，前手飞龙在天，斜杀2追挑起来。再飞龙在天，好，3追1挑，呼风唤雨梦幻秒。这样的话呢，不需要别的。这你看啊，又是1管半血，跟黄盖一样的血量，然后直接秒掉。但一会儿的曹操，你看他死的比赵操他爹还惨呢啊！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啊？诸葛亮生前也很重魏延，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因为他这个政治和未来的这个方向不一样。诸葛亮为什么要整魏延？因为魏延呢，他的政治方向和这个战略方针呢，跟这个诸葛亮完全不一样。诸葛亮呢还是比较保守派啊，就是他打是打，他的想法是很激进，但是呢，他还是很保守。所以说他托孤的时候也是要托这个什么蒋琬啊、费祎啊这种类型的人。啊，我知道我急功求成，我这辈子我不能帮先帝完成他的遗愿，我有愧于先帝。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这么做呢是错误的，所以说我苟了之后呢，我一定要扶持一个既能休养生息，能把这个蜀国搞得非常强大，又能继续我的这个想法再干的人也有想法啊。当然，这个季汉后期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不太清楚啊，怎么换了那么多丞相啊？蒋琬之后，费祎，这个费祎怎么死的？很多人都说是个谜啊。费祎是被刺杀死的，是打了胜仗，然后呢，这个魏国的一个将领过来投降，结果呢，投降的过程当中呢，结果这个投降的魏国将领呢，就在席间给这个费祎刺杀了。很多人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好像有一些阴谋论的这个人啊是这么说的，说是这个姜维搞事情啊。姜维本身就是降将，大家伙知道吧？姜维不是本土人，对吧？姜维是天水人，他是魏国人啊，对吧？啊，简单来说呢，他是投降过来的，就跟这个夏侯霸、王平一样，都是投降的人。就是他想要在这个政治体系上站住脚，他得搞点事情，是吧？我很多人是有阴谋论的啊。好，直接呼风唤雨一个升级，后手暴气，挑手前手单 A 前手，飞龙一个血杀，1追前手，再前手血杀，2追。前手，哇，连3追都不用，直接就秒了，真的连3追都不用，非常的变态。好，最后也是感谢我们的天上人间战队的紫燕、赤焰还有月夜3位高手给大伙儿表演的天王难度三国战记119诸葛亮、张飞、关羽的合体秒杀，全秒啊！在2021年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又是出了一个最新的作品，在没有赵云的梦幻秒杀当中，这一部也是非常的精彩，全部秒杀，没有任何的失误，并且呢有很多招啊都是互联，非常新，加分也非常高，所以说非常精彩。在片的最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伙喜欢小狼解说，可以点击对吧？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转发、评论、收藏，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